同学们好，我们前面学习了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。阴阳学说是一个二元论，五行学说是一个多元论。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的两个说理的工具，中医就是用这两个说理的工具来研究人的五脏六腑的生理和病理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开始学习中医研究的对象五脏六腑。五脏六腑学说又称脏腑学说，是通过人体的生理病理的外在现象的观察，研究人体内在各个脏腑的生理功能、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。脏腑学说对于阐述人体的生理和病理、指导临床实践具有普遍意义，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脏腑学说包括什么内容呢？脏腑学说主要包括五脏、六腑和奇恒之腑。五脏是指的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；六腑是指的胆、小肠、胃、大肠、膀胱和三焦；奇恒之腑是指的脑、髓、骨、脉、胆、女子胞。这个女子胞就是指的女子的子宫。五脏六腑它们有什么共同的生理特点呢？我们先看看五脏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。它们主要的生理特点是化生和贮藏精气，它们都是实质性的脏器，以贮藏精气为主。精气应该要满而不能够随便泄，所以五脏应该是满而不能实。五脏以贮藏精气为主，而精气呢容易耗损，所以五脏的病变多以虚症为主要的病理特点。六腑是指的胆、小肠、胃、大肠和膀胱以及三焦，它们的生理功能是指的受成和传化水谷。这个水谷就是我们通常讲到的饮食物。饮食物在六腑中间传导，但是不能够停居在六腑中，所以我们又称为传化物而不残，或者是食而不能满。六腑的生理特点以通为用，以降为顺，所以六腑必须要保持通畅。六腑因为以传导消化物为主，如果消化物贮藏停聚在胃肠中，就会出现实症，所以六腑多以实症居多。奇恒之腑是指脑、髓、骨、脉、胆、女子胞，它们的形态中空，类腑，功能藏精气而似脏。这种似脏又似腑，但又不是脏又不是腑，所以我们称它为奇恒之腑。奇恒之腑的功能主要是跟五脏类似，藏精气而不泄。奇恒之腑的病变通常也是以精气耗损为主，所以它的病理多以虚症为主。脏腑学说它主要的特点就是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观。中医学认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人和自然环境也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，而五脏就是这个整体观的中心。我们前面在学习五行学说的时候已经见到这个五行归类表，这个五行归类表就是以五行为中心，归纳了人体的五脏六腑、四肢百骸，也归纳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现象，从而把人和自然界联系成一个整体。这个整体的中心就是五脏。人以五脏为中心，人体的外在形体诸窍、四肢百骸、精神意志都与五脏密切联系。人的生理是以五脏为中心，人体的病理呢，仍然也是以五脏为中心的，也就是人体的外在病变都是五脏病变所导致的。因此我们在对人的疾病进行诊病的时候，我们最终一定还是要落实到是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哪一个脏的病变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。以上是脏腑学说的概述的部分，接下来我们将分别学习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。